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22日，星期三，我是您的 Pi Network 材质观察员大 Logo。对于 Pi Network 首页的最新更新，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然而，这次的更新并非简单而普通。首先，大 Logo 为您揭示了一则币圈新闻：全球到底有哪些国家首脑是加密货币的支持者？全球派先锋为什么要了解这则重要新闻？因为目前全球有200多个国家的派先锋在挖派，这将对派 Network 主网开放派币有没有重要价值起到重要意义。朋友，让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有多少国家首脑支持加密货币。2023年11月20日，比特币支持者当选阿根廷总统，盘点全球还有多少国家领导人纷纷拥抱加密货币的风潮。专家称这是财富变革的序曲。阿根廷总统选举迎来一场历史性的转变，极右翼政治家哈维尔·米莱以其独特的愿景和务实的领导风格成功当选，即将成为下一任阿根廷总统。这位比特币支持者在竞选中坚定地表示，计划以美元取代比索，并主张废除国家央行。他认为比特币代表着资金回归，其原始创造者，引领阿根廷走向经济的新纪元。英国现任首相苏纳克更是推动英国成为全球加密资产技术的中心。他不仅力推英镑稳定币，还表示对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充满信心，为英国在数字货币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巴西前任总统亚耶尔·博索纳罗在2022年签署了法案，正式将加密货币合法化为支付手段，为巴西的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生机。爱尔兰现任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对网络安全、区块链、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等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对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深刻认识，为爱尔兰在数字经济领域掌握先机创造了良好条件。泰国现任总理塞塔他微信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大亨，旗下公司 Sansiri 积极参与泰国数字资产行业，通过收购和与其他公司合作运营加密货币经济业务，为泰国数字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逐步使用比特币或黄金支持美元，为美国未来的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变革。另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也表示，在他当选总统后，将结束拜登对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战争，为美国在数字资产领域的创新与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韩国前总统候选人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则在2022年韩国大选中接受加密货币作为政治现金，并发行 NFT 作为捐款收据，展现了对数字化未来的积极追求。这一系列国家首脑的支持表明，加密货币正在成为全球金融领域的一股强大力量，塑造着未来金融格局。这不仅是对数字经济的信心，更是对创新、自由和开放的金融体系的追求。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共同期待加密货币引领未来的繁荣与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首脑表达对加密货币的支持。除了米莱之外，一些国家元首或候选人积极拥抱这一数字货币的潮流，展现了对未来金融体系的信心和勇气。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则在 Webex 峰上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改善 Web3 的发展环境，并致力于提升 Web3 代币的使用环境。这种积极的态度展现了日本在全球加密资产技术领域中的雄心与决心。这看似普通的信息，实际上却承载着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在当地商业中的实用性，根据您最近分享的调查反馈，我们正筹备一个为期数天的活动，涉及当地企业、商家以及广大居民。我们期待听到您对这次活动的看法和对其命名的建议。更多详细信息即将分享。这一系列动态与生态建设息息相关，也就是说 Pi Network 目前的重心集中在生态建设领域。Pi KYC 认证则根据生态的进展来分配名额，因此一旦生态建设就绪，实名认证也将全面启动。请记住，尼古拉斯博士花费5年时间精心研发的底层技术和生态应用系统的目标是构建 Pi Network Web3 时代的产业链，使全球数亿人和企业都能从中受益。迄今为止，尼古拉斯博士已经在自己设定的第一阶段中付出了近2年的努力，不断完善和建设生态应用系统。从生态开发大赛、开发者大使计划到如今的地区商业征集活动，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博士围绕 Web3 产业链的战略规划。为什么如此大力地推动生态建设？为何博士如此看重它？
答案很简单，生态才是服务全球80亿人口的关键。面对如此巨大的用户基数，没有完善的生态产业链，普通人将难以过上更好、更自由的生活。那么，我们如何深度理解博士在当地建立产业链的意图？当地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尼古拉斯博士的 Pi Network Web3 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因此，在这里，当地指的是您所在的国家，是博士全球覆盖 Web3 的一部分。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科技水平、文化特点以及饮食文化等等。就拿您所在的国家来说，人们喜欢什么样的 Web3 生态，才能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正是博士想要了解的。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他们已经经历了 Web2 平台的洗礼，对互联网有了深刻的认识。然而，现在 Web2 已经到达巅峰，各大平台的流量已经饱和，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到达巅峰后，唯有转型走向新的方向，才能防止衰败。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体系来说，重新塑造血肉、重塑骨架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建立 Web3 的产业链需要考虑当地的特殊情况。尼古拉斯博士此次征集活动可谓是生态活动的第3波，第一波是生态大赛，第2波是开发者大使计划，而第3波则是产业链。每一波都更加精进，而这一次更是朝着当地产业链迈进。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开发出符合当地人口生态需求的系统。未来必将涌现出10个左右覆盖全球的超级生态，满足大家的需求。超级生态下的其他生态也将满足当地需求。如此一来，大产业链和当地产业链便形成了。这就是博士的大格局。从这些内容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博士的整体布局。这样的规模确实是一项伟业。我们的 Web3 位居前列，毫无疑问，产业链的建立必将引来主网的到来。因此，我敢说，2024年 Pi Network 主网势在必得。在这充满期待的时刻，让我们共同期待 Pi Network 带给我们的更多惊喜吧。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让我们一同深刻理解博士对于 Pi Network 的宏伟构想。它的使命并非仅仅是推动数字货币的发展，而是通过构建强大而有机的生态系统，让全球80亿人共享其中的红利。这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而是一个庞大而有深度的计划。博士花费5年时间呕心沥血，不仅仅是为了开发底层技术，更是为了打造一个能够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需求的生态系统。在他的愿景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从 Pi Network 的发展中获益，无论是普通用户还是企业。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迎来了新的阶段 Web3， 而在这个时代，不同国家的需求各异，科技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于数字生态的不同期望。这就是为什么博士如此强调当地产业链的建设，因为只有深入理解当地的需求，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系统的全面覆盖和满足。在我们所在的国家，对于 Web3 生态的偏好是什么呢？这正是博士希望倾听并了解的。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多样化而符合本地需求的产业链，博士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共同繁荣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不同的生态系统将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让全球人类共享数字化带来的红利。当然，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挑战。博士通过生态开发大赛、开发者大使计划以及现在的地区商业征集活动，不断提升 Pi Network 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步都更接近实现它的远大目标。在 Pi Network 的生态体系中 ，Pi KYC 认证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将在生态建设的进程中划拨名额，这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在1日之内完成认证的机会。这也是对于生态系统发展的积极信号。当生态建设完成，实名认证全面开放时 ，Pi Network 将迎来新的高潮。在整个构建过程中，尼古拉斯博士的目标始终是服务全球80亿人口，让他们在数字化时代过上更好、更自由的生活。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任务，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参与到 Pi Network 的发展中。因为只有共同奋斗，我们才能在这个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引领前行。因此，让我们一起携手，期待着2024年 Pi Network 主网的到来。这将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在这个新的时代，让我们一同见证 Pi Network 为我们带来的璀璨未来。感谢您对大 Logo 频道的信任与支持，让我们携手奋斗，迎接更为美好的未来。在这个伟大而充满机遇的时代，让我们肩负起梦想的翅膀，共同飞翔，向着成功的天空。愿您的每一天都充满着勇气和激情。为了财富梦想，让我们携手前行，创造更加灿烂的人生。